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钩针教程，我们来钩这款又简单又好看的披肩。用到的东西呢，就是毛线还有钩针。这个毛线我用的是 weight 4 yard， 就是10股线。然后钩针这支我用的是5.5毫米的，你用大一号小一号都无所谓。那我们这个披肩呢，很简单，就是钩一个长方形，你可以钩任意的长度或者宽度，或者你想把它钩窄一点，钩成围巾也可以，或者你把它钩宽一点，那么钩成一个毯子也没有问题。那我这里呢，主要就讲针法，这个针法真的非常简单，你们看我指甲就知道了。我每次戴这个指甲的复杂程度跟我钩的东西的这个复杂程度成反比，那因为它简单，我才敢戴这样子的指甲。那我们现在来钩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起头。起头的方法还是跟平常一样，我们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毛线呢，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把穿回来这节毛线给它揪出来，钩针穿过来，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钩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呢是这个披肩的宽度，你也可以钩长度了，反正是长方形的任何一个边。那它需要满足的针数呢是4的倍数。我这里钩宽度，那我这个披肩呢，我是钩了56针。这里呢我就钩一个小样，我就不钩那么多了，反正你可以钩任意的针数，只要它满足4的倍数就可以。那辫子针的钩法呢是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2个辫子针，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环，3个辫子针。那就这样，我们钩这个辫子针一直到你满意的长度，并且是4的倍数。这辫子针钩完，那这个辫子针呢，它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我们接下来要钩第一行。顺便说一下，因为我只是钩一个小样，所以我只钩了很短一截儿。你现在应该有比我长得多的一条辫子针。那我们钩第一行之前，我们先看钩针上这花圆都不算一针，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一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我们要跳过第一针，在第2针，也就是第2个 V 字上给它钩一个短针。那方法呢，是我们钩针从第2个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然后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这就是我们第一行的第一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辫子针跟之前一样，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是一个辫子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跳过接下来一针，再下一针，就是在下一个 V 字上再钩一个短针，那还是钩针从 V 字的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。那我们这行要重复就这个花样，一个辫子针跳过一针，钩一个短针。那现在我们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这一针，再到下一针这个 V 字上，我们再钩短针。那还是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2个环。然后还是重复我们的花样，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这针，在下一针的位置上，我们再钩一个短针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就这样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我们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我们现在来钩第2行。第2行的开头呢，我们要先钩3个辫子针，辫子针还是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样要钩3个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过来之后呢，刚钩的3个辫子针，我们看成一个长针，就相当于我们前一行这个第一针上已经钩过了，钩出了一个长针。那我们不要在第一针再钩了，我们到接下来这个辫子针，辫子针这儿下面不是跳过一针吗？那下面就有这么一个洞，我们在这个洞里呢再钩一个长针。那我们钩针绕线，看从接下来这个洞里头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还剩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那我们的这行现在有了2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跳过接下来的这个短针，然后再到下一个这辫子针下面的窟窿里，你看这有个洞，在这个洞里头我们钩一个小球球。那小球球钩法是这样的，我们钩针先绕一次线，然后找到接下来这2个短针之间这个洞里头，
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我们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然后呢，我们第2次绕线，还是从同样这个洞里头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那我们现在钩针还有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然后还是从同样的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那我们现在钩针上还有4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球球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，还是跳过接下来的这个短针，在下一个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再给它钩一个长针。长针呢，还是我们钩针绕线，然后从这个洞里头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一个长针。那我们这行其实就是要重复的，就是这个花样，就是一个辫子针，然后一个小球球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开始重复，我们一个辫子针，然后钩一个小球球，还是不在短针上钩，在这个2个短针中间这个辫子针下面形成这个洞里头我们钩。那我们钩小球球，钩针第1次绕线，我们从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这我们钩针上有2个环。第2次绕线，同样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那我们钩针有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然后还是同样这个洞里穿过去，再把线勾回来，再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那么钩针上还有4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。那一个小球球又钩完了，然后又是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找到接下来这个洞里头，在这洞里头呢，我们钩一个长针，长针就是钩针绕线，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再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那就继续重复我们的花样，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到接下来这个洞里头，我们要钩一个小球球。那小球球呢，我们是第1次绕线，从这个洞里头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这个钩针还有2个环。然后第2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再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那钩针上还有3个环。然后第3次绕线，还是同样地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，哎呦，我这儿头发，稍等，然后再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那钩针上还有4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，又是一个小球球。那么就这样重复，就是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小球球，把我们这一行钩完。我们第2行最后一个小球球加一个辫子针钩完之后，那我们这儿还剩一个这个辫子针，那我们就在这个辫子针里头呢，给它正常的再钩一个长针，还是钩针绕线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在最后一针上再钩一个长针，这个长针钩完不需要钩辫子针了，直接我们在最后一针呢，是我们要钩在这个短针 V 字2条线下边，在点上 V 字2条线下边，把线勾回来，这样钩一个短针。那我们第2行也钩完了，我们现在来钩第3行。第3行开头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先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我们在前一行的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给它钩一个短针，钩针从第1针我们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辫子针，那跳过我们这个长针，在这个长针跟这小球球中间这个洞里头给它钩一个短针，钩针之间你看从这洞里头穿过去，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直接这2个的洞里头再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又是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我们跳过接下来的长针，在下面这个洞里头给它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又是一个辫子针。那这就是我们这行的花样，就是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洞里头，下一个洞里头给它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又是一个辫子针，
然后在接下来的洞里头给它钩短针。那就这样重复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那我们到最后，这个小球球跟这个长针中间这个洞里的短针钩完，那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跳过这个长针，最头上呢这是我们之前钩的3个辫子针组成的一个长针。那我们找到第3个辫子针，其实就是你看这长针往下这一针，我们在这针上再给它钩一个短针。短针我们是从这2条线下边，这辫子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钩一个短针。那我们第3行也钩完了，现在我们来钩第4行。第4行的开头还是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过来呢，这3个辫子针跟我们之前钩的第2行一样，我们还是把它看成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等于第1针已经钩了一个长针了，不要再钩了。那我们再接下来呢，这个辫子针形成的下面这个洞里头，我们给它钩一个小球球。那小球球钩法还记得吗？我们钩针第1次绕线，从这个辫子针下面这个洞里头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第2次绕线，然后还是同样洞里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钩针有3个环，我们第3次绕线，还是同样地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那钩针有4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，这就是一个小球球。然后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还是我们跳过接下来短针，再接下来这个辫子针下面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再给它钩长针。那长针还是钩针绕线，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一个长针。那我们这行要重复，就是这个花样。那么接下来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跳过这个短针，在接下来这个辫子针的洞里头，我们再给它钩一个小球球。那小球球我们钩针第1次绕线，从这个洞里头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上2个环。第2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上前2个环，钩针有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上前2个环，然后钩住线穿过钩上全部4个环，又是一个小球球。那我们这行要重复的呢，就是一个小球球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这儿就是我们重复的这个小球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再接下来这个辫子针下面的洞里，我们再钩一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一个辫子针。那我们就又从这个小球球开始重复了。这一行呢，跟我们之前这第2行其实基本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第2行开头呢，我们先钩了这个长针，这一行我们开头先钩这个小球球。那对应的结果呢，就是我们第2行是长针的地方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小球球；第2行是小球的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是长针。那我们就这样把我们这一行钩完。我们第4行钩到最后，这一个长针加一个辫子针钩完，然后我们下面对应的呢是还有一个短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还有一个短针。那我们这儿这个这辫子针已经钩完了，我们就直接来到下一个短针的这个空里头，我们在这儿再钩一个小球球。那还是钩针第1次绕线，第2次绕线，第3次绕线，钩住线穿过钩上全部4个环。然后这个小球球钩完，我们不需要钩辫子针了，我们直接在最后一针的位置再给它钩一个长针，那就是钩针绕线，在最后一针也是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我们钩一个长针。第4行就钩完了。那现在我们钩第5行，第5行跟我们之前这第3行是一样的，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钩的辫子针还是不要管它，我们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1针，我们从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我们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辫子针。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洞里头给它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呢一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这个洞里头钩短针。那这行就是这样，我们一个辫子针一个短针，把这一行钩完，跟我们第3行是一样的。
我们这一行最后的这个长针还有小球球之间这个洞里的短针勾了，那我们结尾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最后一针，最后一针呢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这3个辫子针组成了一个长针吗？那我们要在第一个辫子针这 V 字2条线下边给它钩一个短针，那还是我们钩针，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。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之后钩身上的全部2个花。那我们第5行就钩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行。如果你不记得的呢，可以把这个视频倒回去，我们从第2行再开始看。那只要不断的重复这4行，一直把这个，不管你是钩披肩还是围巾还是毯子，把它钩到你满意的长度，那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完成了。等你把这部分钩完呢，我再回来讲一下我们怎么给它在下面加一个穗儿。这个是我钩好的披肩呢，我现在来说一下怎么在它下面加穗儿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毛线给它剪成你需要穗儿长度的2倍，大概就是30到35厘米吧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3根一组，然后这样子给它对折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围巾下面找你想加穗儿的地方，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把它从这个中点，把我们这个毛线从中间给它拉过来。然后呢，把线头从这样子给它穿过来。那这就是一组穗儿。然后呢，间隔判断一下，大概同样的距离，就是你希望这个穗儿密一点、疏一点都可以，看你大概想隔多远。大概这个位置吧。那还是同样的动作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再也不带这个指甲钩针了。其实它长度还好，但是它上面这个石头会一直刮我的毛线，我刚才这个教程录的好崩溃啊。那反正就这样，我们隔同样的距离，然后在2头加上穗。那今天这个披肩就完成了。